我告诉你，在房地产大热的时候卖房子真的很爽哦，真的很爽。我是卖房子哦，人家是要贷款20-30年跟我买的，结果还这么客气哦，真的很爽哦。你没体验过，真的是可以去体验一下哦。这才是追求嘛。与其你把心力花在这个靠北世道不公是又能怎样？靠北的成果你也看见了哦。实价登录这政策被推出台了，对不对？出台之后造成什么助涨助跌的效果？这样真的有比较好吗？以前是不是说中古屋交易很不透明哦，都那边房仲骗来骗去，什么有没的？好，实价登录现在变成助涨助跌，变成现在大热的时候，屋主开价先看实价登录，看完之后他卖的比他还高你怎样什么精算都没有用，行情。我哪管什么行情，我就是要卖的比我这个社区最新一笔实价登录还要高，就是这样屋主为什么听你出实价登录他就翻脸这才是真相。实价登录不适用于现在火热的房市先说结论，因为屋主只认自己想要卖的价格嘛，他开高价怎样？他合法呢，对不对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3房2车位的房子该不该买，如果你还没看的话，你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为什么屋主听到实价登录就会翻脸。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我观众问我的问题他不知道，他被我拿来写稿子讲一讲所以我也做个那个马赛克，反正就知道意思，这样就好。好。我觉得这个蛮典型的而且不止一个人这样子来问我那就来拍支影片分享一下。他遇到的状况是这样他第一次买房子首购，然后想要跟那个屋主议价然后他就用很理工直男的算法来算多少钱可以拿下来，反正就是实价登录那一套。屋况什么维修估价那一套之前实价登录是多少，然后这区的涨幅大概是多少然后国泰房产指数是怎样，所以每坪应该多少才是合理的，然后把价钱报给房仲之后，他就感觉房仲瞬间就冷掉，不想理他，这样不太回讯息那感觉买不到，然后很疑惑来问我这样。那个先说结论这个其实就是很多买房新手会遇到的情况，就是把事情想得太美好了，真实的世界是混沌的是混沌的，不是那个你在研究所写论文尤其是理组的、理工的什么东西好像都可以弄出一个标准答案，没有这种事情或什么直接开价打8折那开价打8折不想要，我开价打个83、85折，不好意思，屋主还是不理你你在房市大热的时候用这套逻辑去跟卖方谈，真的就会被房仲打哈哈而已屋主是不会理你的。所以你要知道，屋主只认自己想卖的价格这件事情我在之前的影片其实也有聊过以我所住的这个高雄美术馆这一区我至少就已经听到2间以上开价及成交价，就是那个中介店不是会给那个 case 嘛，我们都叫 case 就是一张 A4 横的放，然后写房子多少钱什么，对不对？开价我们一般印象中开价不是拿来砍没有，就因为竞价关系之后，开价是成交价，就这样2间以上，这个屋主就是想卖这个价钱然后他也不愿意给你杀，为什么？因为买方很多，他可以挑，就有人会竞价因为他知道你不买，后面还有一堆人要买，这就是房市在大热的时候的状况。那如果你要杀价的话，你应该是在房市冷盘的时候杀，变冷甚至是在下跌的时候杀。就好比说你在2017、2018的时候你要买房子，那你去杀，对不对？没有什么问题我们都会说那个时候叫做黄金年代美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问题是你身处在其中，你不觉得这很美好那时候你就觉得说好像都是这样杀价没有什么问题那个你在冷盘的时候你去杀就对了爱杀就去杀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屋主都没有买房他卖了屋子2个多月，就只有你一个人来问，然后你又要杀价好吧，他继续谈一下那现在不是这样现在一日3市那你说实价登录有没有用？到时候效果不大，反正你就是拿实价登录来杀价杀给他看就对了。但是反观现在的房市实价登录已经是落后指标，就后照镜你开车的时候看后照镜，屋主只会想我隔壁的预售一坪又卖到多少钱了60万那我这间我开个45应该轻轻松松的吧
哦，然后我看一下实价登录，我们社区最近有个成交哦，是多少钱？好，反正我就是要比他还高哦，就这样哦，他才不会管最近的实价登录哦是多少钱哦，高了他会觉得说反正就是我要比他还高，这是我的地板价哦，然后低于实价登录的行情，这种价格他更不会开出来哦，为什么？实价登录数字那么明白就让你抄，对不对？所以我会建议你还是想要买赔可以但这边就有技术存在咯，要怎样？你要找到不懂行情的屋主找到不懂行情的屋主。如果你会怕买贵的话，其实我会建议你，那你就去买预售屋真的我买房阿元呢，讲中古的呢，我叫你去买预售呢，这不然怎么办至少预售屋现在的市场那个价格是另一回事，但他们交易上我觉得很公开很透明啊。为什么？建商明码标价，预售也要实价登录你都看得见，对不对虽然卖你的是未来价，但是真的是不用怕买的比别人还要贵，你早一点买后面的真的会把你推上去流程什么的也很公开很透明嘛。我现在不买预售屋，只是因为我很喜欢中古而已那我也在研究了，我没有觉得预售屋不好好，扯远了回到原来的问题。那现在这个房市正在热的阶段，你想要买中古屋，你应该要怎么买？很简单，土法炼钢你就先去看房子，看个几十间，你就会有手感，知道这一区的行情，什么房子开多少钱，大概是怎样叫合理。然后等到有一天你真的会遇到一个不懂行的屋主，他就抛了一个很香的价格，就是行情这种东西。我举一个我不太准的比喻啦，就好像平常你去看那个 Seven 全家便当大概都多少钱，然后现在突然出了一个宣传 DM， 然后就告诉你说，这个 Seven 全家还没友善时光，已经是友善时光的价格了。那你又知道这就是 Seven 全家的东西嘛，品质就在那里，那你就会买了就是这样。前提是你很熟悉那个行情，所以我叫你去看房子嘛，就是这样我一直建议你说没事就去看房子，去练等级你不要想买房子的时候才那么练经验到时候会出现一个情况，人家真的把便宜房子屋主真的不懂或继承来或者他这样便宜卖掉，房仲也很积极在联系你说这件事情屋主不懂，你赶快来看房仲他很了解当地的行情他知道这个东西是便宜货然后他拿给你你还这样看他真的吗然后你觉得房仲这样骗人，这叫入宝山空手而归就是命中没带房地产，就是这样你要那个也很简单，你就是没事一直看，刷实价登录一直看。我之前影片不是也讲过，你去下载那个实价好好查这个 app， 它免费不用钱你就一直看看得熟了，然后比对现在那个附近在卖的中古屋他们大概开什么价格一有这个落于行情的，立刻打电话，立刻去看也可以先不要看，先下斡旋卡住之后再说。但那个新手先不要做这种操作那先问清楚这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比方说事故，比方说什么有的没的如果就没问题 OK 好，屋主不懂那你就要上了就是这样。讲完了我们今天讲为什么屋主听到你出实价登录价格要跟他买他就翻脸因为是2024年的现在。我跟你分享了一个观众的买房经验，反正就是各种精算，真的然后还拉 Excel 表截图给我然后推算出他自己认为的合理价格那在跟屋主议价的关卡都还走不到就被房仲就打哈婉拒掉然后他觉得很不解很愤怒，跑来问我你要我怎么回答嘛？我的看法是你就在房地产最热的时候，你去跟屋主吵实价登录在这里什么有的没的所以我出这个价格已经很合理了，这个都没有用。那合理这件事情，真实的市场就是混沌的只有在房市变冷淡甚至在下跌的时候，你拿来杀价这才 OK。那你会害怕自己买贵你去买预售吧价格虽然是比中古贵很多，可是至少它明码标价，不像中古中古就是真的是谈价格谈出来的。如果你想要买中古的话，你就应该记得，在房地产大热的时候，屋主只认自己想要卖的价格，他就是想我这个就是要卖多少其他我管他的这样，他才不会管最近实价登录是多少，然后你的 Excel 表，你的 Excel 公式，那你又想买，你就要顺着他的毛摸嘛你平常多看房子，一直看，看熟那个行情以后到时候就会被你遇到一间没有在关心房地产的屋主把房子抛出来。通常这种屋主想卖的价格真的都是行情以下，你就可以考虑立刻去跟他买了。但通常这种房子都有屋况上的瑕疵，你要有能力自己整理。中古就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你看熟之后，突然丢一个，你确认他没有电话，马上过去确认他没有什么大状况问题的话，那就可以出手了啊。就是会有这种房子被抛出来，即使是在房地产大热的时候，就是会有。我一直觉得说，那他干嘛要现在卖？直到现在，我还是常常看到呢。啊，我不是会广告那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 我有加，我也是跟他们买啊，我也没买什么比较厉害的哦。啊，他们 po 出来，就偶尔就真的会有一个钓鱼行情的东西，就有。我也觉得那个屋主蛮奇怪。好，那后来我就懂啊，他们就没在看房地产嘛。哦，他就是听中介跟他洗脑，你现在卖，然后可以卖多少？哦，你手上有多少钱？哦，然后他又很早期买了，他就觉得哦，好啊，他就把它卖掉。哦，就这样。哦，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哈。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好，这个欢迎加入哈，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哦，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啊，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哦，那会员的问题哈，我也会认真回答啊，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二个，自产高雄。好，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 LINE ID 是小老鼠勾勾勾勾勾5个勾，小老鼠勾勾勾勾勾。啊，第3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刚刚讲高雄的嘛，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 LINE， 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 LINE，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哦，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 LINE ID 是小老鼠掰台北BUYTAIPEI，小老鼠买台北，这样讲八卦，直到现在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什么？说实价登录是双面刃哦，它助涨，它也助跌。你看你同不同意？实价登录助涨也助跌。在行情大热的时候，实价登录是怎样？是屋主开价的地板参考价啊，就是要比实价登录高，我就是要卖比实价登录高，就是要卖同社区现在最新创新高的价钱。然后在行情不行的时候，实价登录又变成买方出价价格的上限。这也不止我讲啊，这不是很多 YouTuber 什么帅过头什么，他们都讲过嘛。那请问现在房市是热还是冷，对不对？所以你觉得现在这个实价登录对屋主来说，是上限还是下限？当然是下限，地板价都要以上哦。所以你偏偏在房地产最热的时候，你想要买到实价登录的地板价格以下，这就不太现实，对不对？真的有一间出去那门一打跟废墟一样，又垃圾又什么啊？你又不要了，对不对啊？其实那个就是花钱整理嘛。啊，这地域行情就是会有问题的东西啊，你又不要了。那我不会说没有机会买到低于实价登录以下，但它就有技术的门槛就是你要找到那个早期取得房子，然后他没有在管房地产的这种屋主就有机会。为什么？横竖他都赚钱嘛。你要想想看他房子10几年没卖，为什么他有什么理由要现在把它卖掉他在等个明年后年他还是不卖，那对他来说有什么影响吗？应该叫做没有影响。可是他现在要卖，那就是被中介洗脑了开发卖方。不然的话就是那个他钱有其他的用途，比方说他要拿去炒股票他要干嘛其他地方的运用我就遇过屋主卖南高雄的房子2024年卖南高的房子，讲理由很直接他要去抢台积电，都这样了。别人家的小孩子比较成绩比较好，这样明明南高雄新湾区他也是要卖就要去抢台积电他用的是房地合一旧制，你看他房子买多久了所以他都 OK， 他只求赶快把它卖掉，赶快拿到钱那当然遇到这种屋主，你就有机会用实价登录去跟他出，你要买到以下也是不太可能为什么那个是人家去查实价登录，人家知道好不好然后你要买以下，你就出跟实价登录一样，可能要卖你了你说这种情况很畸形对买方很不公平。对啊，是啊，我也知道啊。那请问你2022年你2021年，你2020年，你2019年，你干嘛不买？那时候都可以谈真的都可以谈
同理哦，我建议你就不要想太多，谁叫你现在就是在房地产大热的时候你才要买房子，这不是现成要给人家宰的吗？哦，那你自然就会遇到很高姿态的屋主，那这能怎么办？人家这样做是合法的啊，哦，你又想要买他的房子，哦，叫你去买预售，你又说这个是未来价，哦，那真的给你看一个低于行情的中古屋，你又说里面不行，真的要花太多钱，利息完了，这个是空集合呢，哦。所以我是建议你哦，你就不要为这些事情烦心，你换个角度想，你把它买下来以后，等待下一轮的大涨，换你这样摇身一变，你就变成当初那个极歪屋主，对不对？实价登录啊，这不是我地板价吗？对不对？我告诉你，在房地产大热的时候卖房子真的很爽哦，真的很爽。我是卖房子哦，人家是要贷款20-30年跟我买的。结果还这么客气哦，真的很爽哦！你没体验过，真的是可以去体验一下哦。这才是追求嘛。与其你把心力花在这个靠北世道不公是又能怎样？靠北的成果你也看见啊哦，实价登录这政策被推出台了，对不对？出台之后造成什么助涨助跌的效果？这样真的有比较好吗？以前是不是说中古屋交易很不透明哦，都那边房仲骗来骗去，什么有没的。好，实价登录现在变成助涨助跌，变成现在大热的时候，屋主开价先看实价登录，看完之后他卖的比他还高你怎样什么精算都没有用，行情我哪管什么行情，我就是要卖的比我这个社区最新一笔实价登录还要高，就是这样啊哦。这个是当初无数前辈在那边世道不公靠北出来的结果呢，这样真的比较好吗？我现在题外话，我现在比较关心另一个即将要出台的应该这真的会上路看起来是玩真的，叫做租金实价登录，对不对？你那新闻应该有看到哦，太好了哦，太好！我告诉你，租金会大涨，你信不信？哦，租金会大涨，真的很奇怪这个一个利益良善的政策就是很容易导致反效果那我们又是平民老百姓，人为言轻我们就只能什么？我们力所能及，就是只能在现在的这个政策框架之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摆到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不就这样吗？不然我们还能做什么？你要去参选吗？什么叫做相对有利的位置？相对有利的位置就是你早就把房子买起来等了，然后2024年的时候你再卖房子嘛，对不对？你是屋主，这就是超有利的位置。你就偏偏要在2024年来做个卑微的买方，再来靠北这个世道不公。好啦，这是一种选择，这是一种选择没有错，就好像暑假作业这件事情一样，小朋友不是都不写暑假作业，直到快开学的时候毛起来写，熬夜写，还哭着边写边骂老师作业出太多。像我这种被老师打过的我就学乖了暑假作业我就陆陆续续就把它写起来放快开学可以怎样？可以给同学抄还能收个零食饮料，对不对？这就是暑假作业的相对有利位置。房地产也是同样的道理，干什么歪理？